堂哥为娶首付千金，跪地借走了我搏命攒下的30万。不料父亲突发心梗，急需手术费。我想跟堂哥要回救命钱，却遭他拉黑拒还，还当众辱骂我是底层垃圾。数小时前，孤岛卫生所，老所长推开急救室的门，满手是血，面色凝重地抓住我的胳膊。你父亲是急性心梗，岛上医疗技术有限，必须马上找条船送去县城医院。你赶紧去缴费，加上手术押金，最少得20万。20万！听到这个数字，我头晕目眩。我布满老茧的双手死死反抓住所长，声音都在发抖。所长，求求你先让船启动，钱我马上凑，半小时内一定交上，我给您磕头都行。救援队是见钱出航，死规矩。老所长焦急地甩开我的手，我们在用强心针硬拖，你搞快点，命悬一线，耽误不得。我慌乱地摸出那部旧手机，手指颤抖着拨通了我烂熟于心的号码。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电话那头的人叫顾耀，是我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亲堂哥。3天前，顾耀顶着一身刺鼻的酒气，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的甲板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说自己终于攀上了岛上首富孙氏海业集团的千金孙婉，马上就要大婚。可孙家嫌弃他出身底层的渔民家庭，丈母娘下了死命令，接亲必须用岛里最好的豪华游轮，否则立刻悔婚。阿晨，咱们是从小一起在泥坑里滚大的亲兄弟呀！你跑了8年海洋货船，手里肯定有钱。你借哥30万付游艇定金，等把孙家大小姐娶进门，孙家陪嫁2套海景房，3天办完婚礼，哥连本带利还你。你不借，哥今天就跳海死在你面前。那30万是我在海上漂了8年，顶着台风和巨浪，冒着生命危险，一口好肉都舍不得吃，硬生生攒下来，准备买一艘属于自己的新货船，能让老爹安享晚年的钱。可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骨肉至亲跪在地上磕头，我这颗心终究还是软。我把那张捂热的银行卡连密码一起交给了他。谁能想到，仅仅3天后，我爸突发心梗，急需这笔钱救命，而那个发誓亲兄弟两肋插刀的堂哥，却直接把我拉黑，人间蒸发。陈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码头的搬运工彪子和船长大军以及其他兄弟狂奔进走廊，手里死死攥着一个黑色防水袋。陈哥，输病岛的事儿，码头上的兄弟全知道了，大家刚发了工钱，全凑这儿了，一共5万块散碎票子，你先垫上。看着彪子破了洞的胶鞋和那些平时连瓶好酒都舍不得买的过命兄弟，我喉咙发紧，瞬间眼眶红了。大军焦急地看着急救室，可这也不够啊，陈哥，你跑了8年海洋，手里那30万买船钱呢，抓紧拿出来救急呀！我死死咬着牙，嘴唇被咬出鲜血，屈辱与绝望让我声音沙哑的可怕。我的钱全借给顾耀了。谁？那个从小跟你一起长大，兜里掏不出500块钱，还天天充大款的顾耀，那个天天想着攀上高枝的街溜子。彪子眉头拧成了死结，恨铁不成钢的指着我。陈哥，你借他多少？30万，全借了。他明天大婚，说女方家逼得紧，必须租岛里最贵的豪华游艇撑封面。我操！拿你亲爹的救命钱去租游艇装逼，他人呢？打电话叫他马上把钱吐出来，晚1秒，老子带人把他沉海里喂鱼。我眼眶通红，声音都在发抖。电话关机了，找不到人。他明天结婚是吧？今天晚上肯定在办单身派对。彪子一把将我从地上拽起来，眼神凌厉。陈哥，你在这守着说，我去摇人。今天掘地3尺，也得把这孙子挖出来。5分钟后，彪子的手机突然狂响，他低头一看，哎，陈哥，找到了，跑夜航补给的老张发来消息，顾样那王八蛋包下了停在 VIP 码头的海神号游轮上，正带着他那个富家女未婚妻在上面开派对呢。我猛地抬起头，眼神中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犹豫。彪子，我爸拜托你照看，我去拿钱。说罢，我一头扎进漆黑的夜雨中。灯红酒绿的游艇上，震耳欲聋的重低音音响轰鸣。顾耀穿着一身白色高定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正意气风发地举着一瓶价值数万的黑桃 A 香槟，对着怀里浓妆艳抹的孙婉大献殷勤。周围围着一圈平时只会跟在他屁股后面混吃混喝的狐朋狗友，正连连起哄。婉婉，为了咱们明天的海岛大婚，我可是把岛里最豪华的游艇调过来了。顾耀搂着孙婉，满面红光的吹嘘着，明天有豪华游轮开道，保证让你做全岛最风光最有排面的新娘。老公你真好，不过租这艘游艇得花不少钱吧？我爸可说了，男方要是连这点排场都没有，休想进我们孙家的门。小钱，20-30万算什么？你老公我随便走一单大宗海产贸易就赚回来了。
毛毛雨。砰！就在顾耀牛皮吹破天的瞬间，通往 VIP 甲板的玻璃门被人从外面一脚狠狠踹开，哗啦一声，狂风骤雨瞬间灌进甲板，音乐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震惊地看过去时，我满身雨水，冷厉的目光死死锁定了坐在真皮沙发上的顾耀。顾耀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眼底飞快地闪过一丝极度的慌乱和心虚，他生怕在首富千金面前露怯，立刻站起身，换上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指着我的鼻子骂道：顾晨，你发什么疯？谁让你跑这来撒野的？孙婉嫌恶地捂住鼻子，像看下水道的老鼠一样打量着我。老公，这要饭的是谁啊？一身穷酸味儿。安保都是吃干饭的吗？怎么什么人都往船上放？顾耀冷笑一声，语气里充满了轻蔑与不屑。他呀，是我那个开破货船的穷鬼堂弟而已，平时总想着巴结我，估计今天喝多了跑来发酒疯。顾耀，我爸，也就是你亲大伯，现在突发心梗，躺在卫生所等船救命。马上把我借你的30万还给我，立刻！听到这话，一旁的孙婉愣住了，她疑惑又嫌弃地拉了拉顾耀的胳膊。老公，你借他的钱，你不是说你随便走一单贸易就几百万吗？被当众戳穿的顾耀瞬间慌了神，他恼羞成怒的一把狠狠推开我，强撑着面子破口大骂：顾晨，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坑？不就是区30万吗？老子明天结婚，100万级的排场，还能赖你这点钢镚？我借你的钱，那是看得起你，你倒好，大半夜跑来砸我的场子。我明天大喜的日子，你跑这儿来豪丧，你是存心坏我风水是吧？那是老子跑了8年海洋，拿命熬出来的血汗钱，是你亲大伯在病床上等着续命的钱。我双拳紧握，今天拿不到钱，你哪儿也别想去。我还就不给了。白纸黑字写着借期3天，明天才到期，你能拿我怎么着？说罢，他冲着对讲机大吼起来：保安，把这个满身臭气的疯子给我扔下船，不然老子砸烂你们的船！伴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7、8个手持防爆棍的保安冲上甲板，将我团团围住。我虽然常年出海身强体壮，但卫生所里我爸还等着我回去签字救命，我绝不能在这里动手被海警抓走。最后，我被几个保安强行推搡着，硬生生轰下了游轮。滚远点儿！再敢来闹事儿，打断你的腿！深夜的冷雨拍在我脸上，像刀割的一样生疼。我死死咬着牙，掏出那部屏幕碎裂的手机，正好刷到了顾耀刚刚发布的一条朋友圈，配图是他搂着未婚妻在甲板上的自拍，满脸春风得意，而下面的配文却像一根冰锥，狠狠刺进我的眼睛。穷亲戚就是事多，大喜的日子跑来触眉头，真晦气。明天超艇出海，让某些一辈子开破铁皮船的底层垃圾来看看什么叫他妈的格局。我死死盯着屏幕上的那行字，指甲深深掐进肉里，鲜血溢出也浑然不觉。那一刻，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被他一脚踩碎，半点不剩。要格局是吧？风雨中，我冷笑一声，拨通了彪子的电话。彪子，通知大伙，明天咱们去给顾大老板好好送行。凌晨2点，调度室的灯在狂风暴雨中闪烁不定。狭小破旧的房间里，此刻挤满了10几位老船长和水手兄弟，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柴油和浓重的海腥味儿。我推开铁门，带着一身雨水走了进去。陈哥，彪子急忙迎了上来，眼中透出一丝欣慰。卫生所那边来信儿了，咱们兄弟凑的那5万块钱垫进去，医生用了最顶级的强心特效药，叔的命今晚算是暂时保住了。听到这话，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松懈了一分，但彪子面色一沉，语气再次凝重起来。可是陈哥，明早船的出航费加上大医院的手术押金20万，1分钱都不能少。你要回来的钱呢？我没有说话，默默地从贴身的防水内兜里掏出那张顾耀按了鲜红手印的借条，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满是海图的办公桌上。白纸黑字，借款金额30万整。明明我的血汗钱有30万，明明拿出来就能救我爸的命，现在却变成了一张废纸。我点开手机，把顾耀发的那条辱骂我们是底层垃圾的朋友圈截图放到了所有人面前。彪子凑上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完。下一秒，他猛地一把抄起桌上的重型管钳，狠狠砸在铁皮柜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畜生！彪子怒吼道：“拿亲大伯的救命钱去装逼，还敢骂咱们是底层垃圾！兄弟们，抄家伙！咱们现在就开船去撞沉他的破游艇，看他结什么婚，干沉他！咱们跑海运的虽然穷，但骨头是硬的，绝不能让人这么欺负！”群情激愤，10几位饱经风霜的汉子纷纷红着眼就要往外冲。都给我站住！我猛地一步跨到门口，死死挡住了众人的去路，厉声喝道。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我。撞船，然后呢？我盯着彪子，声音因为压抑着极大的愤怒而微微发颤。彪子，你老婆刚生2胎，老张，你爹还瘫在床上，为了这个畜生被吊销船长账去坐牢，你们一家老小去喝西北风吗？
我爸还在等命，我进去了，谁给他送终？老张叹了口气，走上前按下彪子手里的管钳。阿晨说的对，动粗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把自己搭进去。可是阿晨，这口气咱们就这么硬生生咽下去了？那可是你借出去的30万，输的救命钱啊！咽下去。我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支红色的航海记号笔，在墙上那张巨大的孤岛海域全景海图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我转过身，目光冷厉。他顾耀不是要面子吗？不是要排场吗？明天咱们就给他全岛最大的排场。我拿着笔在海图上画出一条清晰的红线。他那豪华游艇，中午接亲必须要穿过一线侯海峡。一线侯最窄的地方不到50米。我双手撑在办公桌上，身子前倾，眼神令人胆寒。老张、李叔、陈哥，我一连点了在场10几位老船长的名字。明天中午，咱们把岛上吃水最深的10艘货船全开出去，停在一线侯正中间。我顿了顿，然后集体抛锚。什么？机械故障，全船失去动力，抛锚检修，合理合法。10艘铁皮船横在海峡里，就连海事局一时半会儿都拖不走。按海上的规矩办，不碰他一根手指头，咱们就合法合规的把他那豪华巨轮给我死死堵在航道里。我要让全岛的人亲眼看看他引以为傲的婚礼是怎么在海上沦为一场笑话。上午10点，码头上鞭炮齐鸣，硝烟弥漫。顾耀穿着一身雪白的燕尾服，头发抹得锃亮，正对着首富岳父孙玉海点头哈腰。孙玉海神色阴沉，重重拍着金表提醒：顾耀，大师算准了今天最旺的吉时是11点58分，那是海潮最高的时候。要是晚了1分钟，坏了我们孙家的运势，这婚你就别结了。爸，您放100个心，这马力，这排场，全岛独一份，接亲队绝对准时靠岸。10点30分，超艇引擎轰鸣，翻起巨大的白色浪花，嚣张的在海面横冲直撞。顾耀搂着一袭奢华婚纱的孙婉站在顶层甲板，意气风发。婉婉，看见没？今天这片海全都是我为你包下的。10点45分，这里是南北岛之间唯一的深水航道，两侧全是吃人的暗礁，最窄处不到50米。就在顾耀的船队准备加速冲过海峡时，正前方一艘长达60米、锈迹斑斑的货轮远洋6号突然像头钢铁巨兽横向切入，死死卡住了主航道。妈的，哪来的破船？给老子摁喇叭！哐当，轰隆隆，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沉重的铁锚轰然砸进海底，掀起数米高的巨浪。货轮就那样横在海心，彻底熄了火。驾驶室内，老张慢条斯理地对着对讲机开口：呼叫海事局，我方主轴卡死，紧急抛锚检修，请过往船只避让。让他让开！在这岛上，还没人敢挡孙家的岛！脸上的粉底因为愤怒在扑簌簌地往下掉。然而，前方那艘如山一般的远洋6号毫无动静。甲板上几个满脸横肉、皮肤黝黑的水手甚至靠在舷窗边，慢悠悠地吐着烟圈，看顾耀的眼神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顾总，右边全是暗礁，左边水深不够，咱们这游艇底盘娇贵，蹭一下就得报废。话音未落，后方突然传来几声低沉且带有震感的汽笛声。顾耀猛地回头，瞳孔骤然收缩，只见后方又有3艘铁皮船呈品字形压了过来。这些船虽然锈迹斑斑，但那股排山倒海的压迫感让豪华游艇显得脆弱的像个一拍即碎的泡沫。哐当哐当时，又是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后续的货轮整齐划一地，在一线侯的出口处集体抛锚。对讲机里此起彼伏地响起老船长们粗犷的声音：远洋8号动力泵损坏，请求就地抛锚。顾耀彻底傻了眼，这哪是意外，这分明是专门为他打造的钢铁囚笼。高高的货船甲板上，我站在阴影里，冷眼俯视着被困在中间的顾耀。这就是他跑了8年远洋学到的东西，海上的规矩比他那身西装硬100倍。海风渐紧，涨潮了，随着水位上升，那些横冲直撞的货轮受潮汐影响，开始在锚链的限制下微微晃动。这细微的摆动，在狭窄的一线侯海峡里，却成了一场噩梦。哐咔咔，沉重的生锈铁皮在海浪推搡下发出尖锐的呻吟。顾耀的游艇被挤在中间，被钢铁巨兽围困。随着货轮的每一次摇摆，坚硬的船舷离那些娇贵的玻璃钢游艇越来越近，最窄处甚至不到2米。他们在往里压！孙婉吓得脸色惨白，死死抓着顾耀的胳膊。顾耀，快让他们退后！我生气了。这些货轮不需要主动撞击，仅仅是随波逐流的自然律动，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钢铁绞肉机。顾晨，你这疯子，你这是谋杀！海域潮汐变动，抛锚船只随波摇拐是自然现象。你既然嫌我们底层人脏，那这大自然赋予的力量，你可得做完了受着。
此时时间指向11点10分，距离及时还有不到50分钟。顾耀引以为傲的排场正被这合法的钢铁阵法一点点碾成碎片。一线侯海峡内，原本湛蓝的海面被10艘货轮的阴影彻底遮蔽。顾耀那洁白的豪华游艇，此刻像是被关进笼子里的白鸽，显得渺小而无助。南岛的宾客全到了，县里的领导也都在座位上。你跟我说被破船堵了，你是干什么吃的？顾耀满头大汗，眼神游离地看着四周的钢铁壁垒，声音打颤：“爸您别急，是意外，海事局马上就来处理，我们肯定能准时。”放屁！还有不到30分钟就是吉时了。电话那头猛地挂断，孙婉用力扯掉肩膀上的轻纱，眼中的嫌恶几乎要溢出来。顾耀，这就是你给我的全岛第一排场，在这种臭烘烘的破船堆里等死？顾耀抓狂地抢过对讲机，对着货轮方向疯狂嘶吼：“开走，把船开走！我有钱，我给你们双倍运费，3倍！”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海浪拍打铁皮的沉闷声和货船甲板上老船长们若有若无的盘笑。我站在远洋6号的最高处，俯瞰着下方那个在昂贵西装包裹下显得猥琐不堪的堂哥。我手中握着那部显示着父亲病危通知的手机，看着时间1分1秒的走向11点30分。11点35分，顾耀站在游艇顶层，嗓子已经喊哑了。原本笔挺的白西装被海风吹得歪斜，狼狈不堪。每艘船5000，不10000，只要你们挪开10米，现钱立付。对讲机里传出一声轻蔑的嗤笑：“是彪子，顾大少爷，咱们这些跑大船的手粗脚笨，只认罗盘不认钱，这主轴卡死了就是卡死了，你就算给一座金山，这毛它也起不来啊！”周围货船上的水手们哄堂大笑，有人故意冲洗甲板，带着泥沙和铁锈的脏水顺着排水孔盘下，直接溅在了洁白的游艇甲板上。孙婉嫌恶的尖叫躲避，看顾耀的眼神已经充满了愤怒。顾耀，这就是底层的规矩，大海不听孙家的令，毛链不认你的红包。你骗走我亲爹的救命钱去买面子，那今天这片海就负责撕烂你的面子。顾晨，你他妈到底要多少钱才肯放行？顾耀绝望的嘶吼，声音都带了哭腔。不谈钱，谈命。我盯着表盘，语气毫无起伏。还有15分钟，你跪下求我也没用。11点48分，海峡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每1秒钟的跳动都像沉重的铁锤敲在顾耀的心口。动起来，哪怕1米1米的往前蹭，也得给我动起来！顾耀面目狰狞，对着游艇驾驶员下死命令。由于货轮之间留下的缝隙极其狭窄，且海流湍急，这艘豪华游艇此刻只能以不到3级的龟速在缝隙中左右扭动。顾总不行啊，水流太乱，船体随时会撞上货轮的生锈外壳。驾驶员满脸通红，操作杆抖个不停。5分钟过去了，整艘船竟然只前进了不到50米，那种眼睁睁看着终点就在前方，却怎么也够不着的窒息感，让孙婉彻底爆发了。顾耀，你是白痴吗？这就是你说的包下这片海？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在钻下水道。我站在远洋6号的桅杆旁，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看着顾耀像个被困在笼子里的土拨鼠一样上蹿下跳。我对着对讲机轻声说了句：“既然顾总想慢慢走，彪子，咱们给海里加点料。”下一秒，几艘货轮同时开启了压舱水排放系统，带着大量泥沙的海水喷涌而出。孙婉尖叫着躲进船舱。11点53分，顾耀看着雷达上的坐标，原本不到2海里的路程，此刻却成了他跨越不了的鸿沟。距离11点58分只剩最后3分钟，撞过去！别管什么剐蹭了，给我全速撞过去！顾耀像头被逼入绝境的疯狗，抢过驾驶舵盘，疯狂推到底。豪华游艇发出一声困兽般的嘶鸣，发动机转速瞬间飙升，在急流的冲刷下，游艇单薄的船身狠狠撞向了那艘生锈的远洋6号，伴随着一声足以刺破耳膜的金属撕裂声，游艇那引以为傲的白色口气如同脆弱的纸片，被货船布满铁锈的海拔线瞬间划开。原本象征纯洁爱情的婚船，此刻侧舷被撕开一道数米长的口子。我的婚纱，顾耀，你疯了！顾耀根本听不见任何声音，他死死盯着远处那隐约可见的南岛酒店码头。顾晨，你这个底层杂种，我要杀了你！顾耀对着高空中的那个黑影咆哮，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和愤怒而变得尖锐变形。顾耀，这叫插翅难逃。我轻轻按下怀表，11点57分，海面上10艘货轮同时拉响了悠长而低沉的汽笛。11点57分30秒，顾耀的手表发出急促的滴滴声，每一声都像是在催命。他双眼布满血丝，死死盯着前方。南岛酒店码头的红色地毯已经清晰可见，按照距离算，只要游艇再往前，仅仅不到800米的距离，接近船队的船头就能触碰到南岛的临海线。快，再快一点，就剩800米了！顾耀疯了一样拍打着操纵台，甚至想用手去推那沉重的舵盘。然而，无论游艇的引擎如何发出不堪重负的嘶鸣，船身却纹丝不动。顾总，绞住了，彻底绞死了！再强行开机，
发动机会直接炸裂的。顾耀，你跟我保证过，会给我一个全岛最完美的婚礼。现在，全岛的名流都在看我怎么在垃圾堆里演戏。婉婉，再给我1分钟，就1分钟。就在这时，时间静止了。11点58分00秒，南岛酒店方向，原本预定齐鸣的礼炮哑了火。顾耀瘫坐在甲板上，看着手表跳到11点59，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几辆。我站在高处，缓缓吐出一口烟圈，对着对讲机轻声说道：“顾耀，计时过了，你的梦醒了吗？”11点59分，距离计时彻底结束，只剩最后几十秒。撞！给我撞过去！顾耀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把推开驾驶员。哪怕船沉了，只要我能摸到南岛的岸，这婚就还没断。豪华游艇在螺旋桨的哀鸣声中猛然前冲，企图借着浪头的力道，从铁船交叠的最后一道缝隙中硬挤过去。我站在远洋6号的控制台前，看着下方那个已经彻底癫狂的黑点，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老张，海流不稳，为了保障抛锚安全，咱们得修正一下船体角度。我对着对讲机下达指令。得嘞，陈哥。伴随着低沉的引擎轰鸣，重达几千吨的铁皮巨兽在水流的作用下，极其自然地向左侧横移了不到半米。金属被暴力划开的巨响传来，游艇原本就划过的侧舷被货轮那布满藤壶和铁锈的坚硬外壳瞬间挤压变形。陆总，游艇彻底熄火了。顾耀抓着围栏，看着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触及的码头，发出一声绝望的干嚎。我拿起对讲机，语气平稳的像是在播报天气预报。顾先生，身为守法公民，我只是在正常的避量海流。至于你的船质量不好，那得问问保险公司了。12点整，南岛酒店的钟声悠然响起，彻底震碎了顾耀最后的幻想。伴随着最后一声刺耳的金属断裂声，豪艇彻底瘫痪。顾耀被巨大的撞击力甩在甲板上，昂贵的燕尾服被刮得稀烂。顾耀，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孙婉提着早已被污泥染黑的婚纱，站在摇晃的船头上，看她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堆不可回收的垃圾。她苦心经营的名媛形象，在这一刻沉入了海底。婉婉，我能修好它，我还能赶过去。滚开！孙婉嫌恶的一脚将他踹开，回头看向已经纷纷离场的宾客。你不仅是个废物，还是个让孙家颜面扫地的笑话。就在这时，顾耀怀里那个被海水浸透的手机再次震动。孙玉海压抑到极致的怒吼从听筒中炸耀，全岛的笑话，你让我一切丢尽了。电话挂断，顾耀瘫坐在满是油污的积水中，眼神涣散，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灵魂。你欠我爸的每一分命钱，我都要你用这辈子去还。海事巡逻艇的蓝红灯光在海面上闪烁，刺破了死寂。警官，在那儿，就是他！顾耀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指着高处货船上的人，歇斯底里的咆哮。他故意拦截航道，谋杀！这是蓄意谋杀！我的船全毁了！你们快把他抓起来！他对着执法人员哭诉，试图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只要能把罪名扣在我头上，他就能把婚礼搞砸的锅甩出去，甚至还能反咬一口要笔巨额赔偿。我面无表情地站在甲板边，甚至懒得开口反驳。谋杀？带队的执法人员冷冷地看了顾耀一，随后将一份实时雷达轨迹图和黑匣子数据单摔在他面前。顾先生，数据不会撒谎。雷达显示，远洋6号在10分钟前已经发出了动力故障、紧急抛锚的全球海脉广播，符合所有避险规定。反倒是你，执法人员的声音陡然提高，在不到50米宽的狭窄航道内强行违规越位、超速驾驶，这是自杀式行为。不可能！他是故意的，他就是想害我。顾耀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我缓缓走下跳板，手里举着手机，屏幕上播放着货船尾部全景摄像头的画面，画面中清楚地记录了顾耀是如何像疯子一样撞向货船，而我的货船一直处于静止状态，甚至为了避让，还做出了微小的姿态调整。铁证如山。我将视频递给执法人员，语气平静。警官，我方申请对他非法危险驾驶、损毁我方船体外图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不，这不是真的。顾耀彻底瘫软在码头冰冷的石砖上，曾经的准女婿梦想在这一刻不仅碎了，还被打上了一个全责罪犯的烙印。下午1点，正午的烈日码头，顾耀呆呆地跪在碎裂的甲板上，看着手表上的数字跳到13点。这不仅是错过了11点58分的及时，更是彻底错过了他这辈子跨越阶层的唯一机会。顾耀，看在那份已经撕毁的婚约份上，最后送你一句话：
在海岛丢了钱能挣回来，但丢了命格和面子，你就只能去海里喂鱼了。从现在起，岛上所有的生意对你永久封杀。随后绝尘而去。顾耀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鸣，他想哭，可由于极度的惊恐，竟然连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他苦心经营的海龟精英人设，他贷款租来的豪华游艇，还有他那虚无缥缈的豪门梦，全都随着退潮的海水消失得干干净净。这就叫欲哭无泪吗？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堂哥。顾晨，你满意了？顾耀抬起头，双眼充血，声音沙哑地说：“你毁了我的一切，你开心了？毁掉你的是你的贪婪和自私。”我冷冷地看着他，我只是把原本属于我爸的救命钱，用这种方式让你提前预支了代价。码头另一边，南岛酒店的撤场人员正忙碌着，成筐的名贵香花被扔进垃圾地车，那些原本为他准备的荣耀，此刻全成了最廉价的垃圾。我转身走向货船，不再多看他一眼。在经历了2个小时的折磨后，这只原本风光无限的豪华游轮缓缓地靠在了码头上。南岛酒店门前的红毯早已被撤走，剩下的只有满地狼藉。孙婉站在岸边，看着自己那双沾满油污的高定水晶鞋，眼神里除了愤怒，更多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冷漠。婉婉，你听我解释，这都是顾晨那个疯子陷害我的。顾耀连滚带爬地冲上岸，想要抓住孙婉的裙摆。只要咱们现在补办仪式，一切都还得起，我还是孙家的女婿。一声清脆的耳光在寂静的海岸显得格外响亮。孙婉这一巴掌用尽了全力，震得顾耀半边脸瞬间红肿，整个人愣在原地。女婿，你也配？孙婉冷笑着，随手将那枚价值几万的订婚钻戒摘下，扔进海里。我爸已经下令封杀你了，从现在起，你跟我跟孙家没有任何关系。就在这时，孙家的助理拿着一份紧急查到的报告走过来，低声在孙婉耳边说了几句。顾耀，我原以为你只是没本事，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下作。孙婉将报告狠狠砸在顾耀脸上。为了租这艘游艇装门面，你竟然骗走了你大伯救命的30万手术费，那是你亲叔叔的命。此话一出，周围还没散去的宾客和记者发出一阵哗然。什么？拿救命钱装大款？这哪是人啊，简直是畜生！顾耀的面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却发现一个字也辩解不出来。我站在不远处的货轮舷窗后，看着孙婉带着保镖绝尘而去。顾耀像条狗一样瘫在众人的唾弃中，他的真面目终于在阳光下彻底腐烂。海岸上瞬间变成了唾沫，那些原本来参加世纪婚礼的名流社交大咖们，此刻纷纷掏出手机，镜头对准了狼狈不堪的顾耀。骗走亲叔叔的救命钱来撑场面，这种人怎么还没被雷劈死？看他穿的人模狗样的，骨子里居然烂透了，真让人恶心。顾耀跪在地上，那些谩骂像无数记无形的耳光狠狠抽在他脸上，他疯狂地摇头，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不是的，婉婉，你听我说，那是我借的，我只是暂时挪用，等我进了孙家，我会100倍还给大伯的。孙婉听到这话，只觉得恶心，她看着眼前的男人，仿佛在看一坨腐烂的垃圾。她指着顾耀，声音颤抖：借。顾晨求你还钱救命的时候，你让他滚，说那是给你的新婚贺礼。顾耀，你这种人，多看一眼都让我觉得想吐。我踩着稳健的步伐走下货轮，手里拿着那份代写的催款通知单，当着所有记者面，直接甩在了顾耀那张红肿的脸上。30万，是我爸进手术室的买命钱，你拿去买了香槟，买了这身虚伪的皮囊。今天，你不仅丢了进入孙家的门票，还丢了做人最后的底线。顾耀瘫坐在地，周围是无数快门的闪光灯。曾经他最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而此刻这些聚光灯却成了他的钢刀。在这一片唾弃声中，顾耀再也抬不起头来。随着孙家的退场，原本热闹非凡的码头陷入了一种冷清。几个原本跟在顾耀身后鞍前马后的富二代哥们儿，此刻换了一副面孔。他们掂量着手里的酒杯，语气轻浮地凑上来：“听孙大小姐那意思，你现在不仅不是孙家女婿，还是个欠债的穷鬼。”你们刚才还叫我好兄弟！兄弟，那是看在孙家的面上。带头的年轻人冷笑一声，将剩下的半杯香槟直接浇在顾耀头上。现在你就是个骗救命钱的畜生，跟你站在一起都嫌脏。走了，哥几个，这眉头咱们可不触。冷风吹过，海岸边只剩下碎裂的玻璃、脏污的花瓣和那一身烂如抹布的白色西装。我站在不远处的栈桥上，看着这一幕。因果循环。我走到他跟前，脚尖踢开一片碎裂的婚庆胸花。顾耀抬起头，满眼血丝，死死盯着我。顾晨，你现在满意了？看我变成孤家寡人，你是不是很得意？我不可怜你，也不恨你，我只是在等那群真正能让你要你命的人找上门来。
话音刚落，尽头传来了几声刺耳的刹车声，几辆车横冲直撞的停下，走下几个纹着过肩笼、满脸戾气的壮汉。顾耀的瞳孔瞬间缩紧成针尖大小。债主到了。3辆黑色越野车猛然插停，扬起一阵尘土。走在最前面的男人满脸横肉，嘴里叼着雪茄，正是游艇租赁公司的老板刘烨。他身后跟着6、7个拎着钢管的壮汉，每一步都踏得顾耀心惊肉跳。刘烨，您怎么亲自来了？顾耀顾不上脸上的污泥，卑微地爬过去，想抱住刘烨的大腿。滚开！刘烨一脚将他踹出3米。顾耀，你跟我租豪华观光船的时候，吹嘘自己今天就要变身孙家姑爷，现在孙家当众退婚，我的船还被你撞坏了，这账怎么算？我会还的，给我一点时间。时间？老子的利息按分钟算。刘烨一把揪起顾耀的头发，将一张沾满油渍的合同拍在他脸上。租金50万，再加上损毁费，一共100万。今天拿不出钱，老子就让你尝尝什么叫暴力的代价。话音刚落，2个壮汉不由分说，抡起钢管狠狠砸在顾耀的小腿上，凄厉的惨叫声响彻空旷的岸边。顾耀像只断了腿的爬虫，在泥水里疯狂抽搐。陈哥，要不要收网？彪子低声问。我看了看时间，合上表盖，让他先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走投无路。刘烨，求求你别打了，我真的没钱了。顾耀蜷缩在泥水里，双手死死护着头，曾经梳得一丝不苟的发型，此刻沾满了血迹和污垢。刘烨冷哼一声，接过手下递来的钢管，作势要往顾耀另一条腿上砸。没钱就拿命抵，在这海岛，还没人敢赖我刘黑子的账。就在钢管即将落下的瞬间，一阵整齐而沉重的脚步声从4面8方传回，震得码头地面的积水都在微微颤抖。谁？刘烨敏锐地回头，只见那10艘如山岳般的钢铁货轮上，几十个皮肤黝黑、赤裸着精壮上身、满手老茧的货船水手，在彪子等10几位老船长的带领下，称合围之势缓缓压了过来。这些人手里没拿钢管，有的只是沉重的扳手、冰冷的缆绳钩，以及那股在风浪里搏过命的悍匪气质。怎么，刘爷打算在咱们这帮臭跑船的底盘上把人打死？彪子冷笑着走在最前面，200多斤的身躯像堵墙一样立在那里。刘烨脸色微变，他手下虽然狠，但对面可是几十号在大海上讨生活的硬汉，真冲突起来，他的这几辆越野车恐怕会被直接掀进海里。我排开人群，缓缓走到包围圈中心。顾晨，救我，救救我！我们是兄弟啊！你救救我，那30万我一定还你！我俯视着他，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兄弟，我冷笑一声，缓缓蹲下身，直视着顾耀那张肿得像猪头一样的脸。当初我跪在船上，求你把那30万还给我救我爸的时候，只说了一句：底层垃圾别挡了贵气。那时候，你想过我们是兄弟吗？顾耀语塞，张着嘴却吐不出一个字。刘烨，我转头看向面色阴沉的刘黑子，语气平淡：这货欠你100万，但在这之前，他欠我30万买命钱。按照码头的规矩，先来后到，这笔账得我先清。刘烨看了看我身后那黑压压的一片水手，又看了看那些蓄势待发的钢铁巨兽，眼角抽搐了一下。他知道今天如果强行要人，这片海峡就是他的葬身之地。顾老板有格局，行，既然是你的人，我给你这个面子。刘烨一挥手，让手下退后，狞笑道：但这小子今天要是吐不出钱，你带走他就是替他背债，这规矩你也懂。我没理会刘烨的试探，只是从怀里掏出那份褶皱的借条，在顾耀眼前晃了晃。顾耀，别指望我救你，我今天来是让你把欠我的血汗钱一口不少的吐出来，吐不干净，刘烨的黑船就是你的下场。那一刻，顾耀看着我，眼中最后的希望彻底熄灭。10分钟，10分钟内凑不齐30万，你就跟着刘烨上船。顾耀疯了一样从烂衣服里翻出手机，由于手指沾满了油污，他在屏幕上划了好几次才拨通。妈，救救我！二叔的钱我得还，求你把家里那套老房子卖了，救我一命。电话那头只有他母亲绝望的哭声，随即是断线的忙音。还有5分钟，我冷冷提醒。刘烨在一旁悠闲地剔着牙，2个壮汉已经解开了快艇的缆绳。在那种船上，欠债的人就是会说话的牲口，没日没夜的干活，直到被榨干最后一滴血。顾晨，你不能这么狠，我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顾耀崩溃地在泥地里翻滚，额头撞在硬石砖上，鲜血淋漓。你抢我爸救命钱的时候，想过狠吗？我眼神如铁，不为所动。最后30秒，顾耀看着步步逼近的刘烨，又看了看面前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恐惧让他浑身剧烈颤抖。在绝望的深渊边缘，他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跑向那游轮上。有钱，这里有钱，这是今天收的礼金，这里有钱，孙家的亲戚给的厚，这都是我的钱。顾耀的手抖得像筛糠，他跪在地上，卑微地把那叠脏兮兮的钱捧到我面前，眼神涣散。顾晨，钱齐了，多出来的1万算赔礼，求你让我走。顾耀，
你用骗来的钱还我爸的买命钱，这账算得真清。我将钱扔给身后的彪子，冷声道：“点清楚，少1分都不行，剩下的让他自己跟刘烨交代。”彪子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像点钞机一样，飞快地扫过那叠赃物的钞票。他将最后一张钱重重地拍在木箱上，发出一声闷响。31万，陈哥数清了。那多出来的1万脏钱还给了他，我嫌恶心。我从彪子手中接过那叠沉甸甸的钱，它很重，重到压得我手心发烫。这不仅是纸币，这是我爸在 ICU 里吊着的命，是我在远洋货轮上磨出来的血钱，更是顾家最后的一点尊严。我转过身，将那张印着血手印的借条在顾耀面前撕成碎片，随手扬在空中。白色的纸屑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在顾耀那一身昂贵却狼狈的西装上。借条撕了，咱们两清。但顾耀，你记住底层人的钱，每1分都带着血，拿别人的救命钱装逼，迟早要遭天谴。说完，我转身面向那一排威武的大船，举起手中的30万现金，大声喊道：“大军，彪子兄弟们，钱拿到了！多谢兄弟们今天仗义出手！”码头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我眼眶微热，继续喊道：“等我父亲做完手术，我顾晨一定摆下流水席，咱们航运的兄弟不醉不归！”好嘞，陈哥，没问题。等叔叔康复。在兄弟们的响应声中，那股压抑已久的阴霾终于散去。赶紧去医院救叔叔吧，吉人自有天相。陈哥，快去吧。大军拍着我的肩膀，满脸真诚地叮嘱道。身后的船长们也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欢呼声，然后干脆利落地转身登船。这就是普通人的规矩，简单而纯粹。事办完了，恩怨也就两清了，绝不拖泥带水。我怀揣着沉甸甸的救命钱，刚准备上船，身后的刘老板却突然发出一声冷笑：“顾兄弟，你的账清了，可我的账才刚刚开始算。”我回过头，只见刘老板眼神阴冷地盯着瘫在地上的顾影，对手下命令道：“把他这身破皮扒了，搜他身上的身份证和钥匙，直接押着他去房产局。今天就算把他老家那套破房子强制抵押了，也得把欠老子钱还上。”顾耀惊恐地瞪大双眼，试图挣扎，但刘老板的打手们已经一拥而上，将他死死地按在了冰冷的地砖上。曾经费尽心机想要高攀权贵的他，最终不仅失去了所有，连遮风挡雨的老家也保不住了。要是资不敌债，就送你去黑砖窑挖煤。不要啊，刘爷，给我留条活路吧！顾耀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但在几个壮汉的控制下，他毫无还手之力，被当众扒掉了那一身象征虚荣的西装，只剩下一身狼狈。身后不断传来顾耀凄厉的惨叫，但我连头都没有回。对于这种为了虚荣，连兄弟父亲生死都不顾的人渣，这就是他自食其果的下场。彪子，上船，咱们走。我坐回驾驶室，将那沉甸甸的30万现金稳稳地放进储物盒。这笔钱承载了父亲活下去的希望。我双手紧紧握住那极其熟悉的宽大的握杆，按下无线电对讲机的广播键，声音中透着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力量。全员注意，撤退路线沿原路返回，各船启动。随着一阵阵低沉而有力的引擎轰鸣声，10艘大铁船有序地驶离南岛。手术室外的走廊，我提着那个装满30万现金的厚重帆布包，一路狂奔至缴费窗口。医生，欠的手术费补齐了，请一定要救救我爸！刷卡、签字、盖章。当那盏红色的手术中指示灯再次亮起时，我脱力般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汗水浸透了破旧的工服。彪子带着几个兄弟守在走廊里，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陪着他。时间在这一刻变得极其缓慢，每1分钟都像是在火上煎熬。凌晨3点，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主刀医生摘下口罩，露出一丝疲惫却欣慰的微笑。手术非常成功，老人家求生欲望很强，命保住了，只要后续好好休养，康复没问题。我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彻底断裂，我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发出了压抑许久的哽咽声。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所有的阴谋、背叛、屈辱和绝望都随着这句命保住了而消散。3个月后，孤岛的深水码头上，晨光落在一艘崭新的长达40米的钢制远洋货船上。陈哥，彪子拎着2瓶冰镇啤酒跳上甲板，一把将酒抛给我。新船下水，以后咱们兄弟的命可都交你这位甄船长手里了。废什么话！起锚，带兄弟们挣钱去。属于我的新航程刚刚开始。